大家好，我是小慧，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长寿到底有什么秘诀？是现代人一直寻找的事物。不管处于什么年代，长寿都是人类讨论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在生活中，长寿的老人无形中总是会得到世人的尊敬，这不仅是他们对生命的敬畏，也是对长寿的向往。近来，美国哈佛大学与欧洲几个研究机构联合对生活在世界各地的长寿老人进行了跟踪调查，结果发现他们都有以下这些共同特征：一、能轻松活过90岁的人都有以下这5个特征。一、心态乐观，生活有目标。一项临床的调查发现，65%以上的癌症、消化道慢性病和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在患病前都有习惯性的负面的心理状态。研究表明，如果人长期的处于压力较大、焦虑不安的情绪下，内分泌就会失调，从而扰乱了免疫系统的机制，使癌细胞有可乘之机。另外，拥有较强的目标感对健康也有一定的好处，因为有目标的人往往具有更乐观的心态。二、饮食合理。哈佛大学公共卫生院曾做过一项研究，纳入了7万余名的受访者，并对其进行了饮食评分。结果发现，与饮食质量相对稳定的人群相比，饮食质量评分较低的人死亡风险更高。进一步的分析，研究人员表示，饮食质量有所改善的人，全因死亡率降低了8%到17%。因此，平时一定要注意饮食结构和质量，尽量不要偏食。进食时间也需要规律，如果2次进食时间相隔太久，胃酸就会不断的刺激胃黏膜，久而久之容易引起胃溃疡等的疾病。三、持之以恒的运动。经常运动能够促使血液流动，保护心脑血管的健康。美国癌症中心曾对144万人的健康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体育锻炼能够明显的降低13种癌症的发病率，对特定的疾病降幅可高达40%。不管运动多少，只要动起来，持之以恒，身体就能够收获好处。4、体重正常。肥胖被誉为是万病之因，是一种很不健康的状态。超重人群往往面临着血压、血糖异常、脂肪堆积等的健康问题，发生糖尿病、冠心病、肾病、痛风，甚至是癌症的风险也将大幅的增加。5、戒烟限酒。据调查显示，年过100岁的老人，绝大多数目前都不吸烟，抽也不多，不成瘾，且喜欢用烟斗。饮酒也并非完全的不饮酒，有此习惯仅是小酌，均无长期的酗酒史。烟酒对人体的损害早已经是人人皆知，长期吸烟人群患肺癌的风险是普通人群的10数倍，而酒精对于各个脏器都有刺激的作用。大量的研究表明，烟酒不仅与肺癌、胃癌有关，还与鼻咽癌、食管癌、肠癌、乳腺癌等的10余种的癌症密切相关。想要长寿，最好就是戒烟限酒。2、45岁后想要健康长寿，一定要记住这4件事。北京天坛医院院长王永军教授表示，45岁至55岁是人生命中的高危期，这个阶段比任何的时期都更容易的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的事件，因此这个年龄段的人群要更加的注意生活方式的选择。首先要减少应酬，人年轻时为事业打拼，难免需要应酬，而每次应酬往往免不了大鱼大肉、抽烟喝酒。45岁后尽量的减少应酬的频率，是为了保持健康。第二就是要减少压力。45岁后，人生相当于过了一半，对很多事情都应该看开一些，保持乐观的心态，不要再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工作之余，我们可以进行一些感兴趣的娱乐活动，多放松放松。第三就是别再熬夜了。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马根山表示，经常熬夜的人往往休息不好，生物钟被打乱，
心脏负荷增加，所以熬夜的人更容易患冠心病、血压高等的心脑血管疾病。连续熬夜好几天，即使是年轻人也可能猝死，别说是中老年人了。第四就是不要忘记定期体检。人过了45岁后，就成为了很多癌症的高危人群，因此每年定期进行体检是必不可少的。除了常规的体检项目外，建议根据自身的状况，选择性的做一些肿瘤筛查的项目，及早发现问题，及早干预。其实还有一些疾病在早期的时候，只要积极的对待，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就可以逆转的。比如糖尿病早期就能够遏制住，但是如果发展成为糖尿病，那就不好说了，要很复杂的治疗才能够慢慢的把血糖降下来。总之，别错过发现和逆转慢性病的最佳时机。不仅如此，想要健康长寿，这3件小事也需要注意。一、早起喝1杯水。水是长寿的第一要素，是最好的治病良药。即使是一般的健康人群，也需要养成勤喝水的好习惯，并适当的摄入果汁、各种汤品，增加水分的摄入。晨起是喝水的好时段，晨起1杯水能够起到通便润肠、吸气血液的作用。2餐之间喝杯茶，2餐之间是喝茶的好时间。喝茶被普遍的认为是养生的方式，2餐之间喝1杯茶，能够助消化、暖胃、消食，养护肝和胃。2、细嚼慢咽。吃饭的时候要提醒自己要细嚼慢咽。有调查证明，吃饭老是狼吞虎咽的人，患胃癌的几率会比较高。多咀嚼可以减少食物对消化道的负担，降低患胃肠道癌症风险。研究还指出，活过100岁的老人，饮食含蛋白质较高、脂肪较低、清淡不偏食，注重多样化，乐于尝试新的食物。想要长寿，身体肯定得健康，那生活习惯和作息一定要改善。平日里要保持心情愉快，合理搭配膳食，及时补充各种营养和矿物质，注意好生活各种的细节，避免发生病变现象，这也是长寿之争。凡是健康长寿的人，几乎都是平生带笑、豁达开朗、心胸宽广的人，这一点也需要重视。好了，朋友们，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制作视频不易，朋友们，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我们下期见。